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包括中国大陆的科技现在发展到什么样的地步呢？我们来瞧一瞧大家看到比亚迪现在跟大疆联手推出车载无人机系统请导播让我们看一下这个画面。这个画面呢是这个说他们是这个应该是全球首创，你无人机可以在电动车上头起落大家有看到吗？它可以飞起来，然后飞高高可以去帮你看哪里有停车位之类的车载无人机可以一路跟着你的车，可以拍越野纪录片你到沙漠去，你到很多地方去，这个无人机呢就在你的头顶上跟着你一起走，然后接受你的控制。如果是在都会区里面通常前面有没有塞车或者是交通事故，你也可以让你的这个无人机升空，然后去看看前面的路段发生什么事情，听起来是很酷，对不对？好，这个是应该是世界首创的一款由比亚迪联手大疆推出的一款可以从车顶起飞的 4K 无人机系统，叫做凌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呢，包括它从平台起飞，并且可以在时速1小时54公里的这个范围里头持续跟拍必须讲很多人看起来觉得蛮有兴趣的，因为如果它是很好用的话，真的是蛮有兴趣的。那另外我们看到比亚迪2024年去年的营收已经突破3.5兆，销售额首度超越了特斯拉。可是也有人要问，美国不是在围堵吗？在围堵中国的科技呀怎么搞的？他们还可以一直不断的突破我们看到川普又出手了，他把多家中国的科技公司打入贸易黑名单包括你看到一系列中国 AI 大模型的开发相关的12家公司都列入实体清单。可是其实过去用好多次了，贸易战也打很久了，有的有效，有的没有效，可是川普还是继续用。那我们来看看博鳌有一个经济论坛，它2025年的报告就讲了 DeepSeek。这就是美国对中国晶片出口限制激发出来的创新。我把你围起来，不让你发展，它就在小院高墙里面发展出这个 DeepSeek， 它自己长出来了。所以你看到 Bloomberg 的这个报道说DeepSeek 只是第一枪，全球 AI 行业将被中国模式改变。而另外大家比较关切的是4月2号，川普的关税解放日快到了。他到底会怎么宣布呢？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呢，包括接近川普的人士说，川普的重点是要赶快把钱拿到，他要收到这个税金。那印度现在有一个准备，因为印度是这个赚了很多美国人的钱，那所以呢，他现在呢要大砍美国进口的货物的关税。我们看到印度政府内部他们自己估计因为这个川普对他的对等关税，他们自己估计可能会高达87%，所以呢，他们觉得说这个到时候他们所有每一年输往这个美国的货品大概有660亿元呢，如果要这个加征这么高的关税，那不得了，所以他们现在要砍美国进口的货物税希望可以减缓这样的冲击。而另外呢，我们看到欧洲日本、韩国跟欧洲这些大的这些车厂，现在不断的把这个车赶快出口到美国。为什么要这个把这个对等关税实施之前赶快运过去所以你可以看到供应链的压力也飙升了不管是美国不管是韩国、日本或是欧洲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呢世界上的这个贸易出现了很多急剧升高的情形。而讲到电动车，特斯拉Elon Musk， 他现在呢，加拿大人对他很不爽，所以冻结了特斯拉的补贴，禁止他参与未来的一些计划。而另外，美国的经济大家也在关心，说撑不撑得住呢？我们看到国际金融机构摩根大通最近就发表了新的报告他们认为因为关税政策的不确定性还有美国经济活动疲弱都超过了预期，所以他们对于美元持悲观的看法。那这也是这个机构4年来第一次全面看空美元。美国信心的消费这个指数也崩跌到4年的新低，殖利率也走低所以未来这个很多东西都是连在一起的。来请教赖老师。用过大疆的都知道说，你只要手伸出来那它本身就可以回收到你手中这个是很特殊的一种技术。
也就是说，你从手中把你的大疆放出来，那它在你这个上空帮你那个空拍啊，那等到你要收回的时候，你只要伸出来，它就会降落在你这里。那同样的道理，它把这个原理用在这个车子上，它这个技术上是没有问题的。我觉得大陆的这个电动车跟这个低空经济都整合在一起，还有跟这个车控的系统，还有跟整个车载的这些软件都整个整合在一起的时候，它就让车子已经不再只是单纯的车子了。欧美的科技工业的发展是他们按照传统的方式走。可是中国的科技工业的发展是按照市场的需求走，也就是说，我们都知道，我们去买车子，买欧洲、买美国车的时候，是他给你什么你就收什么。但是中国大陆它是市场需求，他先去弄清楚消费者要什么，他就尽量去满足你消费者的要求。所以它是消费者市场的导向，它发展出来的科技当然就更贴近我们个人的需要。由于更贴近我们个人的需要，它当然它的卖的就更好嘛。那这样的一个发展下的时候，他就把传统的欧美的车都打败了，连特斯拉也根本没有办法跟上中国的脚步。为什么？因为你想想看，当低空经济，也就是说1000米1公里之下的这些空拍机啊，都跟你的车子把它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对于喜欢旅行的时候有跟拍的，他想把这个周边的这个大自然的风景都拍下来。还有就是说，当他在开的时候，他也希望能够看到周边的环境等等各种他的需求都能够透过空拍机来满足他。甚至他停下来的时候，他也可以到郊外去走，到原野去走的时候，空拍机跟着他继续去拍摄。他也可以从车载的电脑转变成为个人电脑，再从个人电脑中来遥控他的空拍机。你想想看，这个对于会使用拍照的人会使用到外面去旅游的人来讲，它是多么的方便，能满足他的摄影的需求、旅游的需求、交通的需求跟各方面讯息的需求。当然，它就有市场嘛，它的市场的占有力就会越来越大。所以在大陆或者是在于比亚迪能够卖出去的一个地方，我们看到，不管在中美洲或是在非洲在埃及，我们所听到的所有的消费者就是说，它满足了我们所有的念想。也就是我们原本开车的人，或者我们喜欢玩这些摄影的人，我们所有的念想，它都满足我们的。那当然，它就有了竞争力。因此，它所到之处，基本上都是披风斩棘一个市场一个市场就吃下来。当然，它就赢了这个特斯拉。特斯拉它的进步的速度太慢了，主要的还是它的 CEO， 它的最重要的灵魂人物，在这段时间花太多的精神在政治上，而不是在它产品的这个世界的竞争上。我觉得这个领导人实在是很重要。马斯克可能要尽快的回归到他的本业里面，把他的这些产品做得更好，更能够有竞争力。不然的话，特斯拉真的还有可能又被玩彻底打败，他有可能从美国人的骄傲变成美国人的灰暗的一页我想这个马斯克自己要做决定。另外，我们看到关税战的问题印度投降了，印度希望它的出口到美国不要受影响，但是美国进口的时候，它自动减半自动砍税。日本、韩国都要自动砍税，欧盟也半投降、半跪了。是欧盟本来表达得很硬，但是现在欧盟看起来，他说我们暂缓实施，延到4月份，也就是要延到这个川普的对等关税出来以后，他才要推出他的关税政策。这个很明显的就被人家看到你的底气不足嘛。来，彬哥。我觉得这个无人机结合汽车，这本来就是未来的一个趋势，因为无人机可以应用的用途实在太广，不管是军用、民用，那甚至一些交通状况，你光是警车就用这个就多好用。所以这个应用，这个我觉得一定是未来的趋势只是相对的，它能够发展到什么样的地步，价钱在多少？那我觉得如果要以价格 CP 值来看的话，全世界要跟中国大陆拼这一块，恐怕是很困难的。我相信西方也可以造出类似的东西，但那个价格多少钱，然后耐用度到底会不会比较好，这个就比较存疑所以这个当然对其他的这些汽车制造业者又是一个警讯。那只是现在川普政府还是用老一招，反正你只要有发展我就封锁你，你只要有发展我就制裁你。但是你用了这么多年，看起来并没有发生非常显著的效果。那特别是在 AI 这一块，
你们之前本来以为说封锁晶片就可以封锁中国大陆 AI 的成长，这2天才刚出一个大新闻，就是 DeepSeek 的 V30324出来，整个业界又震撼，因为大家发觉这个东西它的发展速度实在是太快，而且它可以用在越来越普通的电脑上面，你成本又低，然后它本身又是开源，你自己又可以做很多方面的应用。那在这种状况下，它会迫使的其他西方的这些也不得不跟着一起它的开放脚步。所以这就是这边在讲的嘛，就是学习、模仿、优化，然后低价，然后巨大规模就把你打垮。所以现在这是西方 AI 所要面临到的头痛的问题。可是这个东西你光靠去封锁晶片啊，或者其他的高科技，单纯就可以这样解决吗？人家用的是没有你那么好的晶片，可是去完成了跟你一样的任务。这就是现在大陆让西方世界非常头痛的一个地方。那这个东西显然不是只单纯的靠单方面封锁可以解决，恐怕美国要去另想办法。那4月2号这个关税到底会怎么发展？川普现在好像有一点点松口，有一些东西他可能不见得会真的会征对等关税，但是有一些他还是会要。那世界各国当然都在严阵以待，都在就是有的是呈现一个就是我先退让的状况，那有些就是跟你强硬到底，那各自有各自不同硬的方法。那我还是那句老话，就是当大家都在严阵以待的时候，我们到底对这些东西做好准备没有？现在我们好像就是用寄望的方式我们给你买了阿拉斯加的东西要帮你建这个天然气管线我们台积电要投资你1000亿所以它应该不会对台湾太狠吧？这个东西我觉得恐怕不能够用抱以希望来这样去看，应该有更实在的一些东西当全世界都在想尽办法、绞尽脑汁去因应川普带来的风潮的时候，我们如果是这样因应，就未免太拖大。不要把脑袋都只花在国内的斗争，要赶快去想想怎么样让台湾在这一波的惊涛骇浪中能够继续生存下来。那至于马斯克，我说活该。不是你自己是商人，你本来就知道你去接了政府效率部之后，然后你又大刀阔斧，你应该要知道自己会发生什么事所以你被人家针对刚好而已现在就算川普祭出说谁敢毁灭恐怖攻击这个马斯克的车子，我要判你20年，那又怎样？美国地广人稀，那个很多地方我把你车烧了，你都不知道是谁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那个恐怕很难去遏制这种风潮，特别是你知道美国很多人是牛脾气，你越这样讲我越要来，这个恐怕不是这样就可以解决的。那我觉得接下来马斯克会遇到更多针对性的报复，这是必然的，因为你在断人家的生路，而且对其他世界上这些国家来说，因为你有特斯拉这个产业，那你在川普政府内部站在又是一个非常关键重要的地位。所以我打击你就等于是逼你去跟川普讲不要对我太狠，所以我当然一定会对你下手攻击嘛。所以马斯克我觉得他已经慢慢到了一个你到底想要做商人还是想要做政客，我觉得他到了必须要去选择的时候。请教将军怎么看？那我们现在看这个大疆跟比亚迪合作对。这个如果说是跟战车合作的话，大家有没有想象什么样的场景？我跟你讲，那叫做地空整体作战。是这个如果战车上面放下无人机出去，因为我们军中在行军的时候，前面那个通常叫尖兵了各位应该有听说过尖兵，就在前面看看，这个有没有敌人埋伏会者是怎么样，会不会对我们车队发动攻击？我觉得俄乌战争的时候，在3年前的时候，俄罗斯有一个战车的车队就几乎被团灭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派出尖兵。那如果说是有一架无人机在前面做侦察或者指示目标那我想说是对这个战车的掩护对整个车队的安全会提供更好的保障。那以前我们是用人来做这种工作，就尖兵班、尖兵伍在做这个工作。那现在如果有这个无人机来讲的话，我想运用在战车上面来讲的话，那叫做地空整体作战吧。那我们现在看比亚迪比亚迪一定远远领先于这个特斯拉。特斯拉现在已经，我个人觉得说它没有什么为什么会失败了。第一个当然是这个马斯克自己本身的问题了。现在美国来讲，
等于说把特斯拉跟马斯克画上等号，马斯克又跟这个川普政府画上等号。那川普政府大家会联想到的就是你不管是大裁员啦，或者是挥舞的关税大棒，或者是移民政策，对很多人造成不满。所以我们看到特斯拉很多地方都发生打砸抢的这种现象哈，甚至很多的车主就将那个 mark 改掉。当然，我们这个节目是不鼓励做这种暴力的行动，毕竟那个财产是他个人的财产。对。那马斯克是他个人的政治主张问题哈，对私人财产其实真的是不需要去对人家做破坏。可是我们这东西你也可以从中看得出来，这是第一个，你跟政治上挂上钩。第二个，我觉得特斯拉其实真的是不怎么长进的。这10几年来，平常讲，如果说你要买特斯拉，它有4种车型嘛 ，Model 3。各位去看看 Model 3有什么特殊？没有什么特殊啊，对不对？它那种平价车款，其实你去看的话，你要不然你就是买它的高阶车款 Model 这个 Model Y S 这种等级的，或许还可以享受到这高科技。那阉割版的 Model 3或 Model X， 我觉得真的是我自己去看以后，真的引不起我的去购买的一个欲望，因为它没什么特殊。那我们反观比亚迪，在这段时间里面，它不断的创新，我觉得比亚迪能够超越特斯拉是可预期的，有几点理由。第一个就是说，它不断的创新，尤其是在电池技术方面，它现在已经研发出来5分钟可以充电400公里的这种充电的速度，可以避免里程焦虑，还有充电的这种浪费这个时间。好，这第一个，它不断的创新。那车型就像我们刚刚前面讲的，它可以跟这个无人机结合在一起，这也是一种创新。所以它第一个，它不断的创新，可以让这个消费者有更这个购买的这种欲望。第二个，我觉得它是车海政策，对不对 ？Model 来讲啊，特斯拉就那4款车款嘛，它没有什么特别的车款，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比亚迪来讲，它从高阶的你要开很有面子，你就买仰望哈，那种很有面子的车子，价位很高哦。包括纽森去这个中国的时候，他说我要买2架，到低阶的车款它都有卖。另外，它一体式，从这个电池的生产，对不对？到这个滚装货轮运送这个船，整个运输的产业链，它成本就可以降低下来。所以我觉得这个比亚迪啊，未来在这几方面来讲的话，要领先特斯拉是可以预期的。好，我们来看看菲律宾的前总统杜特地，他现在人还在荷兰的海牙。他的律师说，已经收到国际刑事法院给他们的文件说有181件说你犯了哪一些罪。可是呢，前总统府发言人哈里洛克就讲，他说为什么？很奇怪这个 ICC 啊，这个审判名单上从来都没有白人这个被告，只有我们这些有色人种。那他认为这个是被剥夺自由，他提出了这样子的一个见解。那另外呢，我们看到包括菲律宾政府说即使杜特地被捕我们也没有要重新加入ICC， 因为他们不是 ICC 的成员，这个就是荒谬处。而另外呢，杜特地什么时候才会被放出来离开这个荷兰？那现在呢，法庭ICC 说只有国际刑事法院才可以下令释放他所以任何相关的请求都必须向他们提交这是来自于 ICC 的发言人的说法。而另外我们再看到呢，因为他被控杜特地被控的罪名是违反人类罪不是很多毒贩被打死吗？他说现在可能要把他的财产没收，然后赔偿给这些被打死的人的这个钱抚恤金。可是马可仕政府呢的发言人出来说话了，他说没有我们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就是要冻结菲律宾政府这个冻结这件事情，他们没有做出承诺。因为国际刑事法院还没有对菲律宾有管辖权所以现在的说法也是莫衷一是啊。而另外呢，我们再来看看。包括这个莎拉，也就是杜特地的女儿，副总统，她深陷弹劾案那其他的家族就出动了，因为参议院现在要求传唤莎拉、杜特地就弹劾的指控来做出回应。而另外杜特地的长子啦包括他的小女儿也都有各自的一些行程包括营救他爸爸。我们看到杜特地的大儿子，也就是保罗的旅行许可已经被批准了，所以他现在正在达沃市寻求参加参议院的连任。那竞选日是3月28号，那一天就这么巧，就是杜特地80岁的生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包括他可以到各地去做一个宣讲，
而另外呢，杜特地其实有2名妻子哦，还有他的小女儿也都会去海牙去看他哦，也帮他祝寿，因为毕竟他80大寿嘛，要在这个异国度过了。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包括各种的这个支持者，还有他的家人哦，都在希望能够营救这个杜特地回国。那这个80岁的生日有多么的慎重呢？因为达沃市可以说是杜特地家族的一个老巢哦，或者是他的根据地好了。所以呢，达沃市的几条街道会暂时关闭，为杜特地的生日做一个算是一个清空吧。这个活动叫做杜特地80岁生日，全球庆祝他的一生，也是蛮这个就是为当地，他是当地的一个算是一个文人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呢，包括执政联盟就说在328这一天要这个暂停这个集会因为那个他们正在做选举的相关的活动嘛，所以那一天就暂时把一些选举的相关活动都给暂停了，而一些支持者也在为他的安全做祈祷。那菲律宾现在因为政坛蛮乱的，那他的经济本来就很脆弱，是不是还会再继续影响呢？因为菲律宾有很多海外劳动力输出还有很多人去海外当家庭的帮佣或是一些做一些工作所以杜特地的海外支持者说，那这样子好了，我们发起1周不汇款，我们钱不要寄回菲律宾。这样子呢，会整个国家的经济就会带来打击所以有各种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希望这个杜特地自由这样的一个心声。来，杜特地的支持者或者杜特地的前这些幕僚部属，他们对于ICC 也就是国际刑事法院提出来的指控，其实是有依据的因为我们都知道911事件是盖达组织宾拉登所做，不是阿富汗政府所做的。但是小布希却借这个理由911去攻打阿富汗政府，把人家占领了，在占领期间里面还造成了几十万人的死亡，而且中间美国的大兵跟澳洲的大兵还发生了多起屠村的事件，但是小布希总统并没有被移交到违反战争罪来去审判，然后2003年他又去攻打这个伊拉克的时候，说指控海珊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结果海珊根本没有，也把人家国家灭了，把人家国家灭了，也造成了也是几十万人的死亡，但是也没有被移送到国家这个刑事法庭。法国、英国、美国去攻打利比亚，同样的情况都没有事，但是呢，菲律宾它本身在扫毒的时候就有事。那大家就觉得很纳闷就是说为什么白人都没事，而有色人种都有事？所以当他们提出这样的一个疑问的时候，其实 ICC 很难回答。ICC 唯一能回答的就是说他们不是缔约国。所以内塔尼亚胡跟他的国防部长杀了4万多人也都没事，因为他不是缔约国。可是人家就问那菲律宾也不是缔约国了，然后他就说他曾经是缔约国。可是现在人家就问菲律宾的这个总统的发言人，现在的乔马克思的发言人说，那你现在菲律宾已经不是缔约国了，是2019年退出来的，你要不要重新加入？你既然把你的公民送到这个 ICC 的时候，那你是不是有意思你要加入？他说我没有要加入，因为他怕到时候他们本身也被通缉，他也怕，那他也不愿意加入，你怎么把你自己的公民送到 ICC 去呢？然后当这个 ICC 说要冻结杜特地的财产的时候，他说对不起你对我的国家没有司法管辖权。你对我的国家没有司法管辖权，你对我的国家的公民的财产也没有司法管辖权，你怎么可以主动的把自己国家的公民移送到 ICC？ 这个前后就矛盾了。所以大家就看了以后就觉得说，你小马克思的总统，你的所作所为基本上都是前后矛盾，牛嘴不对马头，然后很明显的就是一场政治斗争，然后你用 ICC 当刽子手来当政治斗争，而 ICC 自己也愿意当刽子手来去介入这个事。那你看看他现在 ICC 对任何大国、强国不参加的国家，他一点办法没有，特别是白人的国家，他一点办法都没有。然后他也不会去对他们怎么样，专门来整有色人种的。我觉得他自甘堕落，把自己的形象搞到全世界绝大部分人都看不下去，连我们在台湾都看不下去了。台湾有多少破坏人权的事让人家母子分离，
昨天在机场哭成那个样子，看了心里面都难受啊。那为什么？ICC 你在哪里？欧洲、美国，你的人权组织在哪里？都消失无影无踪。我就觉得啊，这些 NGO 啊，后面就是 USAID 供应的，不是吗？好，我们接一下广告。好，杜特地的话题持续在菲律宾发烧，全球也都在关注。请教彬哥。老实讲，现在小马可是很难收拾这个局面，因为这个逻辑上就说不通。当然，他这个哈里洛克的指责有一点点不太对了。实际上，这个白人被告的多了去了。刚刚赖老师也讲了，那个纳坦雅胡啊、普丁啊，这些一大堆都被告啊。问题是，他们从来不会接受审判，为什么？对，因为没有人理他。没有一个国家理他。美国还没事就在制裁国际法院。是，对啊，你只要敢说要抓美国人，我就制裁你。对，就是这样子啊。正常来说，主权国家你本身又不是缔约国的话，如果国际法院对你发出这样的通知，正常来讲，你就算不去制裁他，你至少应该说你没有管辖权，我根本不接受这种东西。可是菲律宾，你明明在2019年你就脱离了，然后现在告诉我说，因为那个国际法院要他，所以我就把他送去了。请问一下，那你现在国际法院要你重新加入，你又不加入，那到底是怎样？那所以你的逻辑到底是什么？这个小马可是完全说不通嘛。然后我觉得国际刑事法院也很好玩呢、他说你曾经是，什么叫你曾经是？那这是什么黑帮组织吗？绝对不能脱离，就对啊，这很奇怪嘛，这到底什么奇怪的逻辑？所以你用这种东西难以服众啊。你没有办法去解释。那你既然都告诉我，现在到目前为止，国际刑事法院对菲律宾还是没有管辖权，那为什么你要把杜特地送去？你再怎么样也是你国内法院自己审啊，怎么会是国际法院来审啊？所以你这个没有办法去跟民众解释。也就因为这样，这个你把国内的政争把它搬到国际的台面上来，你只会让支持杜特地的人更加愤怒。所以现在他们就在大量集结。那你看到小马可斯还没有放手，还要对沙拉杜特地提出弹劾，还要想办法去打压支持杜特地民众。那我觉得他只会让这彼此之间的斗争会越演越激烈而已。我一直在警告的就是说，其实杜特地这个事件已经让菲律宾面临战争边缘了。小马可斯只要做错一个决定，搞不好就开始内战。好，我们记一下广告。好，菲律宾的政治动荡，经济现在也受到了影响。将军，其实我们都知道，菲律宾很多的外汇都来自于他们劳工在国外很辛苦的工作，不管是男的当菲佣，女的当菲佣啦，男的当菲劳那虽然说我们台湾现在最近比较少，但是他们因为会英文，所以大部分都到中东那些英文的国家去当菲佣菲劳。但你马可斯，你何忍心让你的民众，对不对？让你的人民流落到全世界各地，不能回家，然后到全世界当菲佣菲劳。那现在连这些菲佣菲劳都生气了，说不把钱汇款回台湾。那你想想看，最近来讲的话，如果说关心菲律宾的汇率来讲的话，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件事情：菲律宾这时候真的是汇率来讲的话，已经贬值到新低，而且这个预估还会继续再贬下去。当然有很多因素了。第一个，你菲律宾本来就是靠进口的国家，仰赖进口，那进口成本增加来讲的话，当然你汇率会跌。那第二个因素就是你国内里面政治动荡不安。我觉得马可斯你真的是辜负人民当初选你出来当总统，原来是期望你当了总统之后可以改善菲律宾人民的生活。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钳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乾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以及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另外是退役少将厉正杰将军。钳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全世界的地缘政治现在有
很大的改变。我们先来看看各国的军武力量好了，从一些蛛丝马迹来看，包括25号很不幸的，我们看到法国知名的特技飞行队。巡逻兵飞行表演队在空中做演练的时候，发生了惊险的意外。您看到2架飞机互撞，哇，这一幕很惊人，从高空跌下来哦。幸好，不幸中的大幸是2位飞行员跳伞逃生成功哦。不过这一幕呢，在大家眼前发生，还是让很多人吓了一跳，说哇。这个法国的这个空中的武力或者是空中的训练，是不是有一点没有到位呢？因为1年前，也就是去年，我们看到法国总统马克宏曾经讲过说，不排除我派出地面部队我派兵去帮助乌克兰。那个时候呢，其实某种程度又有人说，你法国的军力够不够啊？训练的足不足啊？你自己可以面对吗？我们来看看这一幕，这是发生在2月27号，上个月底的白宫椭圆办公室，那个时候，美国总统川普跟英国首相施凯尔见面，发生了这件事，来看看。That is why this is the greatest alliance for prosperity and security I think the world has ever seen. Whenever necessary, we absolutely backed each other up, and that's at the core. Could you take on Russia by yourselves? Well, 好，你们可以独自对抗或是面对俄罗斯嘛？你看到施凯尔就笑得非常尴尬当然，川普他就是很没有礼貌直接说，你可以吗？你可以独自对抗吗？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大国现在就是这个尤其是在实力上跟军力上面，我就是拳头主义我就是要拿出实力来看。包括您看到最近法国跟印度有一个所谓的海上的军演，可是很好玩你看到这是。印度的媒体他自己抛出来的照片是这样法国的军舰在中间，那印度自己的2艘军舰在旁边从空中俯瞰，你第一眼看到觉得法国军舰这么小啊怎么会这么小呢？其实不是啊，这个是印度他自己 P 图的。把法国的军舰缩小1/4刻意好像凸显印度的海军比较厉害所以我们必须讲这个法国人他们的反应也很直接，就想说印度的军力就跟他们的意志力一样，全部靠他的意志力用意志力 P 图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幼稚的部分。可是法国派戴高乐号到印太抗中，中国抵制法国干预就是它的 XO 你看到像这样全国不管是实力，不管是军力，还有一些很微妙的地缘政治，现在都有一些改变。而过去像是法国啊，像是南韩跟美国都紧密的靠在一起，尤其是在军力上都非常依靠美国。可是现在我们看到南韩的状况，从南韩总统戒严令一发布那一天开始，祸不单行，天灾人祸嘣嘣嘣都出来了。昨天我们看到这个惊人的画面，这是最近一年的第3次，南韩的首尔再次出现大型的天坑。你看到呢，有骑士骑到一半，一下子掉进天坑里了，真的很惨那被吞噬坠落这个非常深的深渊，很不幸的他丧命了，而且是在17个小时之后才被发现。可是现在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都还在调查。而祸不单行，南韩的山火烧不停，这是发生在南韩的庆尚北道义城山火，现在看起来已经延烧到第5天了，造成18个人死亡，超过2.7万的人撤离家园，受灾的面积也是不小大概是1个半阳明山公园大小的这样的面积，那当然很可怕所以我们看到南韩的代理总统韩德洙就说要发布紧急命令要大家赶快撤离另外呢也要以后都要用最恶劣的情况来面对灾情。可是我们看到，当然有一些网络上有些人传说一些可能过去其实一直在传播的事情说南韩的太极旗4卦是大凶之卦。过去呢有火忌、水忌、金忌、土忌，现在还差一个木忌所以有人说这就是这个山火庆尚北道山火的发生。那当然这是民俗的说法，大家参考就好。可是企业界当然政治的动荡，
可能也会影响到民间的企业。现在南韩的一个非常大的企业三星集团的这个会长他叫做李在镕，他人在北京那当然呢，他是要去跟北京的一些企业做方方面面的合作首先在3月22号，他跟晶片巨头高通公司总裁安盟一起访问小米汽车工厂要做像是雷军这些创办人在谈更进一步的合作。接着2天后的3月24号，他前往深圳参观比亚迪的总部，也跟王传福会面了讲的也是包括电子配件车用电子配件的一些合作所以是不是释放出三星在全球科技竞争跟汽车产业变革中新的战略信号呢？包括我们看到南韩的朝野对于抗中或者是跟中国大陆做某种程度的交流这件事情都有一些不一样的策略。我们来看看养殖场现在也有事这个是根据朝鲜日报的报道说，中国在黄海临时措施区施工说是山东省一个私人的鲑鱼养殖场，是养鱼的你看到是浅蓝色的地区就是中韩两国在黄海的临时措施区说这是养鱼的，可是韩国的官员认为可能这是有军事目的这是监视韩国跟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军事活动所以到底怎么回事？来请教老师。我们先看一下法国的特技表演发生意外，我觉得这个是在所难免，因为特技表演本来就是高风险、高技巧稍微一点点的疏忽，或者是有一点点气流的问题相当有可能擦撞在一起。我想很多这种特技表演都会有发生这样那样的意外，其实很多国家都有发生。我想这个不能够因为这样就说法国的军力很弱，但是法国的军力强不强？确实不强。在欧洲是强，但是在全世界它确实不强。我们举一个例子，这比较遥远一点第一次法国发现他们的军力有问题的是第一次的波湾战争。第一次的波湾战争那个时候就动员北约的国家了然后美国为主。可是法国的军队它基本上不接受外国军队的指挥，所以法国要自己派军队过去。可是美国的军队都动员好了，都集结好了，法国的军队还没到，那就代表什么？他们的动员能力不足，他们的作战能力比较不够。所以那个时候法国就发现他们的部队的作战能力确实不如以美国为主的北约的部队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们看到密特朗一直到了希哈克，他到国防研究院、高等研究院去做演说的时候，他就正式宣布要把法国的军队从征募并行制改为募兵制，全募兵，也就是打造一支全职业的军队跟台湾刚好不太一样。台湾是从征募以募为主，然后转变成为目前的征募以征为主这样的一个情形。好，但是因为美国、英国都是全募的全募兵制，它走向专业。后来法国就从那个时候开始走向全募兵制，然后就走向职业军队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在走。可是到今天为止法国由于它在国防经费这个部分，它的投资是有限的，大概在这个 GDP 不到2%左右，因此它的军队的规模并不大，20几万人。它的戴高乐号的航母也不大，中型航母35000到42000吨左右，所以比较小。俄国的航母比较大，大陆的航母更大那最大的航母当然是美国。那法国的航母不大，但是法国的航母的舰载机跟俄罗斯航母的舰载机数量差不多，都是30架左右。但是以法国自己的军力，确实就等同于英国的军力来说，它不足以单独的承担对俄罗斯的作战。因为俄罗斯的军队有100多万的规模，不管是海军、空军跟陆军，它都远远大于这个法国的军队，所以法国的军队确实无能力去捍卫整个欧洲国家的防卫力量，所以欧洲国家绝大部分，他们严格上来讲，他们还是需要依赖美国的保护。那如果我们说以总体的欧洲的人数跟它的 GDP， 还有用在国防经费上，它远远大于俄罗斯，但问题就在于不团结，一盘散沙，然后他们也没有办法建立一个统一语言跟统一指挥系统，也就是只管通勤，他们没有办法建立
单一个标准化。如果要单一的标准化，就必须要回到北约的系统了，不是欧洲的系统。那回到北约系统，那就是美国主导了。整个参谋本部基本上来讲就是美国主导，因为我在北约有见习过在北约待了不算长的时间。那但是我到了北约以后，我就发觉它的整个军队的设计的格局完全是美式的。跟欧洲的军营都有很大的不同，所以它的整个指挥系统全部都是以美国为标准。那今天欧洲如果欧盟要自己打造自己的军队，法国确实没有这个能耐。这也就是当马克龙想利用这个机会来彰显法国成为欧洲的领导人的时候，会遭到一些讥笑。也就是说，很多人会嘲笑他说你不够格，然后他说我提供核保护伞，像马克龙前段时间拿了一个他的3色旗的雨伞在那边来表现说，我可以提供给欧盟的国家核保护伞，马上就被人家笑说你才200多枚，顶多300枚，而俄罗斯就有5000多枚，你不过就是他的零头罢了。那这样的一个情形，就让法国人的这种善于说大话、说美丽的、华丽的语言的这种包装，然后就显得他非常的软弱。是，来请教彬哥。法国的军事实力，我想大家都知道。那你如果现在主要是发生在乌克兰的战争，法国一直讲说他要去征兵要支援，可是法国到底有多少家当可以拿得出来？法国陆军现在编制上不过12万，实际作战部队只有7万7，那个人数比我们台湾还少。那我直接讲，其实法国陆军如果以现在来讲，他实力恐怕比乌克兰还弱。讲实在话，那他怎么样去支援乌克兰？所以我觉得自己有多少实力去讲多少话。所以法国为什么讲出来会被人家笑，是有道理。同样，英国也是一样啊。英国其实现在实力也是不断的衰退当中，然后他又一直想要说，号召志愿者联盟啊，什么一个，然后在欧洲还想要有话语权，所以就会被川普直接消遣啊。你可不可以独立对抗俄罗斯啊？你就去试试看啊。那斯凯尔也只能尴尬笑一笑，不然还能怎样？对不对？那当然，川普也没有逼问下去了，因为当天其实是记者问的。那我必须说，同样的，很多人喜欢碰风嘛。印度，你觉得他把戴高乐号缩成这么小，其实我觉得他开心就好了，真的，他开心就好了。这个没有，不要跟印度人认真，好不好？他没有在航母上面给你弄马戏团表演，已经算是很好了。对，所以我觉得他们喜欢就好，这个不予置评啊。那导致南韩最近真的是多灾多难，政治上面的纷纷扰扰还没结束。你看韩德洙最近又被无罪了，然后现在又重新回到他的职位上，那这个对南韩政坛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我觉得他们现在正在看风向，看韩德洙现在无罪之后，那国民对尹锡悦未来反应怎么样？我觉得南韩的司法恐怕是在玩这一招，这个其实是很不好的。那这一场大火，其实也造成非常严重的损失，而且今天又有一架直升机也掉下去了，所以这真的是其实蛮糟糕的。那就看他们是不是能够快速解决这个问题。那可是如果要去讲到说，因为他国旗那个八卦只有一半害的，我觉得这个有点离谱了啊。因为他这国旗又不是现在才有的，一直都有。还有人说，因为他只弄八卦一半，所以就变成南北韩分裂。那问题北韩的国旗不是这样啊？那这到底怎么样？我觉得这个就是不用去讲了，人家自己的解释是很美好的。他是乾坤坎离嘛，四卦嘛，所以我觉得也不要去太去琢磨在这种虚幻无影的事情。那导致南韩现在在经济上也遇到很大困难，三星最近各种问题层出不穷，包括晶片，它都遭遇到很大的瓶颈。实际上现在他们内部自己慢慢知道，他们在先进制程这一块恐怕是很难追得上台积电。他们不管良率也好啊，整个技术的研发也好，他们现在其实就非常苦恼。那可是我们也可以注意到，就是过去台湾很多人常在笑，你看吧，韩国跟中国大陆签了 FTA 之后，经济每况愈下，所以你台湾还要跟大陆好吗？还要继续签服贸吗？货贸吗？那实际上大家没有注意到一点吗？最近中日韩在干什么？重新研讨他们的经贸协定。那南韩有说，哇塞，我跟你中国大陆签了 FTA 之后每况愈下，那我不要签了，我们现在转换另外一种形式。没有，他反而是更积极的想要试图开拓中国大陆这边的市场，想要展开双方合作。为什么？一个很简单的地缘政治关系嘛，他就在中国大陆旁边嘛，他不然你要他怎样？难道要去跟北韩做生意吗？还是要跟谁？所以我觉得
很多时候不要去忽略掉了一个基本的地缘政治。如果把什么东西都把它架空来谈，那当然没有办法看到事实的真相。那至于说中国大陆跟韩国在黄海发生这个纠纷，我觉得这个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他们其实3天2头在那边都发生纠纷，你知道，不是你警告我，就是我警告你，然后都说对方越界干嘛，所以这个大家习以为常就好。这个就是弱化版的南海纷争而已。哦 OK， 来请教将军。我们今天是讲八卦。八卦。首先，我们先讲印度的八卦哈。印度三哥又在讲笑话给大家听了哈。P 这张图，当然他是为了凸显自己有双航母了哈。但是你知道这2艘航母来讲的话，它是传统动力的，是华耀式起飞的哈。然后这个人家法国戴高乐好歹那艘是核子动力，而且是这个蒸汽弹射的。虽然说舰载机数量差不多，但是它这将舰载机放飞的速度比你快。那为什么说是八卦呢？因为最重要一件事情，你知道印度的这艘维特兰特号航母的舰载机，他们自己生产的叫光辉战机，没办法在这边起降因为它的翅膀太大了所以升降机上不了。所以马克宏就跑去跟他讲说：“你起降没关系啊，我卖给你，我阵风，我量身为你定做，我的翅膀可以折起来，刚好可以下得去。那所以说现在维特兰特号是跟法国买的战机，好了，这下子你去羞辱人家法国，万一人家法国马克宏一生气，飞机不卖给你了，我跟你讲，那2艘航母真的是连战机都没有。”那要你这种航母干什么？那再来我们讲法国这个国旗为什么我对这个国旗特别有兴趣？其实你知道，这个我们这个太极图南韩，这个不只是我们不只是这个我们这个太极图，你知道我们三军大学用的图像就是这个图你各位可能不知道我们军事上面，所以这个图有很深的，不管在哲学上面，甚至在军事上面都有含义。那我们看它跟韩国的国旗比较，其实很多军人应该都知道，因为我们很讲究这个太极我们毕业的时候，像赖老师就知道这个三军大学，我们带的徽章上面就带一个太极图我们军服上面挂一个太极图虽然说那个图不大但是仔细去看有一个太极图。为什么？各位你看一下这个差别在哪？第一个是黑白，它是这个红蓝黑白，而且是左右对称，左右代表的是相辅相成嘛。然后大家注意到黑中有白，白中有黑，代表的对我们来讲，军事上面来讲就是机正并用，有正无奇，遇险则主，有奇无正，事即即主。所以要讲究攻守一体所以这个东西是有很深的哲学含义在这边。但是我们反观韩国这个图是上下，而且是红蓝红蓝来讲的话，代表水火，那你又上又下，是不是在对抗的形态？这边是代表是相辅相成，这边是上下对抗。所以我们看到韩国韩国分裂。第二个来讲，我们看到它这个八卦里面它少了4卦，但是这少这4卦，它有的这4卦什么呢？是天地。那你天就应该在正上方嘛，你天是斜的，地也是歪的，那你国家怎么会正呢？对不对？然后水火来讲的话，这个水在上面，火在下面，你会不会觉得这有点怪怪？难道是水蒸气吗？这个火在下面煮这个水吗？所以韩国到现在为止，其实我们一直在讲说，这个国家到现在为止脾气很刚烈、很刚硬，是不是跟他们国旗有关？其实这个传闻已经很久了。是当初这个图听说好像是清朝画给他们的，那他们为了自己本身来讲，凸显它独特性，所以他做了很多的修改，变成这个样子。可是他又没有中国的哲学思想在里面，所以搞出一个四不像。没有错，其实很多民间的说法都有类似这样子的一个分析也非常谢谢将军。